抹茶冰激凌、抹茶蛋糕、抹茶巧克力，抹茶好像就是甜点界的百搭服饰，似乎所有甜食都可以来个抹茶口味。只是抹茶明明也是可以喝的茶，但怎么今天我们好像都忘了呢？而这个抹茶怎么又跟其他的茶长得不太一样呢？说到这个茶，大家都知道是从中国诞生的，身份证父母那栏写的是 China Papa、China Mama， 但偏偏抹茶是 Made in Japan，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似乎有点意思啊，就让侦查事务所来揭开抹茶身后隐藏的秘密故事吧。事出必有因，调查从头寻。抹茶其实是茶叶的一种古老的饮用方式，而茶叶据说是由神农氏发现的。故事是这样的：某次神农尝百草之后中毒，堂弟休息，只是一片茶叶飘到他嘴里，他咬过之后发现身体好多了，这就是中国发现茶的起源。别再相信没根据的说法啦！拔狮子的鬃毛也长不出脱毛啊！大家好像都以为茶叶是炎黄子孙一脉相传的东西，但其实不是。我们是侦探，讲求的是考察，讲求的是证据，讲求的是考察跟证据。根据调查，茶叶的起源是在今天四川附近，当地人有悠久的喝茶历史，而神农与汉文化发祥地却是在河南一带，因此在茶叶这案，神农可是完全有不在场证明啊！汉人开始喝茶要从秦国征战各地开始说起，本来属于异文化的茶饮，在这时候才从四川传入了中原地区，华夏子民这时才沐浴在茶汤之中。颠簸，一开始茶却大多南部人在喝，北部人却很少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屑喝。但其实当时喝茶是大碗公牛饮啊，这使得北部的天龙人觉得太粗俗，他们不能接受，觉得不行，所以茶文化才难以进入北部的高墙内。一直到了唐代才开始有了转机，一名关键人物陆羽出现了。陆羽很喜欢茶，所以撰写了《茶经》，还发明了“茶”这个字呢。以前可是没有这个字的呀。茶这个字本身是突变出来的，不是这个突变，是突变。陆羽将图中间剪了一刀，茶这个字才正式诞生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《茶经》，不是图经啊。这部经典整理了从制茶到饮茶等等一切有关茶的学问。陆羽还强调喝茶能彰显人的品性与气质，大大提升了茶的人文特质。这使得北部上层社会觉得，哎呦茶不错哦，便开始接纳饮茶文化，将喝茶升级为艺文活动的一部分。无论吟吟诗、赏赏画，都要喝个2杯才对味儿。也难怪陆羽被世人尊称为茶圣，因为他就是跨时代的集大成，推倒中国一辈不临围墙的传奇人物呀。有了唐代的基础后，宋代的茶文化变得更加丰富了。为了讲究茶叶品质而出现的简茶，在饮茶方法上也发展出极具特色的点茶。点茶就是把开水分批倒入茶末中搅拌，让水与茶末相混合，变成乳状茶液。这不就是抹茶吗？没错啊，宋代的点茶漂洋过海到日本就变成抹茶啦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抹茶是在中国发基地呀。这不合理啊！抹茶现在在日本突破天际，但在中国却鲜少看见。都是的。其实抹茶的逝去是因为某个出身平民、当过和尚、看不惯权贵的人，他认为当时制茶的做工太繁复，要完成宋代的团茶，需要蒸茶、榨茶、研茶、造茶、过黄、烘茶，实在太复杂、太奢侈了，所以他就废除了团茶进贡了。这个人就是大民国开元始祖朱元璋大大啦，这个芒果脸。好了，还有另外一张画像，至于哪一张是真的嘞？答案众说纷纭，扑朔迷离，但我比较喜欢这张啦。很快的上行下效，大家开始不进团茶，没有团茶就失去了点茶的原料，人们干脆直接茶叶拿来泡，这就成为现在最常见的泡茶啦。时至今日，华人文化圈主流喝茶的方式就是如此。回过头来看看日本，抹茶又是如何在日本发扬光大的呢？这其实要感谢佛教，赞叹佛教。唐宋之界，佛教东起来，在日本正流行，许多日本佛教僧人就会到中国取经，吸收佛法知识，也就顺手将中国佛教的茶文化一并带回日本啦。没错啊，其实佛教也是影响茶文化的关键因素啊。探究中国和尚在喝茶时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当初茶在佛寺里是被拿来当药用的呀。因为僧人时常需要尝百草，很容易中毒，这时就需要茶叶解毒。才不是嘞，而是因为茶含有咖啡因，有提神醒脑的作用，使僧人在打坐修行时不会打瞌睡。这强大的功能马上吸引所有僧人注意，茶就变成修行的必备良药啦。而进一步将茶和思想结合的就是禅宗啦。禅宗常讲平常心是道，平常自然就是参禅的第一步，而茶是日常事物，可以体现平常心，又能抑制睡意，引导人们走向空灵的境界。因此喝茶完全就是悟道的好途径啊！禅宗将喝茶本身就视为修行的一部分，佛语中说的吃茶去就是这个意思。而日本僧侣学习中国禅宗，就这样把一整套完整的茶文化 copy 回去。时至今日，他们也就发展出日本茶道以及各式各样的抹茶商品啦。
好的，调查到这边也算告个段落。大家是否对抹茶的由来有更深刻的了解了呢？从陆羽集大成到禅宗结合心灵的体悟，让我们今天喝茶不只是喝饮料这么简单，更是结合了自然，寻求心灵极尽的深沉享受啊！说了那么多，茶也准备好了，收起抹茶的档案簿，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品尝这杯抹茶吧。